记述着20载岁月期盼，路飞与新伙伴们的冒险。大家好，我是作业本 Road to Laughtale 第3期今日更新。这一次封面终于轮到了我们的草帽 boy 路飞，背后是玉田、成年桃之助以及大和这3个合作国片的关键人物。本期的主要内容也从路飞力量觉醒展开，探究尼卡传说的隐藏含义，还有整整6页大和未公开的草稿设定。首先一上来就是路飞觉醒后的名场面，踏着满月的光芒投射出一个神秘的身姿，背景中不断回响着解放之鼓的声音。路飞现在也是自带 BGM 的男人了，本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欢乐的状态，是里里外外名副其实的 Joy Boy。人人果实幻兽种尼卡形态，其力量超越了凯多，被称为世界上最胡闹的能力，拥有着随心所欲的战斗方式，是真正意义上只由想象力决定上限的夸张能力。后来在漫画里，我们也见到了路飞那致敬猫和老鼠的战斗。编辑用满满的一页，将尼卡和乔伊波伊这2个符号摆在一起讨论，暗示他们之间所存在的联系。按照福之福的说法，太古时代的奴隶就已经开始信奉尼卡，所以尼卡真实存在的年代可能更加久远。人们认为它会带来解救和欢笑，将其称为太阳神。太阳即代表着黎明，与之相对的是被压迫的黑暗。太阳所在的地方必定是光芒万丈，因此草帽其实也象征着阳光到来。当路飞解锁了尼卡形态后，实际上也成为了解放战士，他将无党称为自己能力的巅峰。这一圈看下来，路飞身上的 buff 已经叠满了。不过尼卡果实这个设定，当时的铺垫并不是很充分，主要是通过福之福与生平的对话，以及后来吴老星隐藏果实真名这2处剧情，多少有点后期找补的感觉。所以当时这个设定出来，有些小伙伴觉得挺突然。目前还有个悬念未揭晓，当年红发香克斯为什么要去抢夺橡胶果实？他是否知道橡胶果实的真相？随着路飞新的悬赏令公布，他的尼卡形态也已经公之于众，也许会成为之后路飞与红发重逢的契机。编辑罗列了几个尼卡相关的场景，其中还包括了空岛云南宴会。我们当时分析时也提到过空岛2次宴会，他们的背景都出现了与解放之鼓一样的拟声词。编辑在这里也暗示了这2者是同一种声音，也就意味着空岛上也有着太阳神尼卡相关的传说，或者也曾经响起过解放之鼓的声音。向主对这个声音非常怀念，是不是因为他在800年前也在空岛听过呢？所以接下来编辑用了本页另外一半篇幅，介绍了乔伊波伊的线索，从愚人岛的谢罪文到最终知道留下了宝藏。800年前那位乔伊波伊从未正式露面，但他似乎才是缔造了整个故事的人。3大古代兵器之一的海王波塞冬已确认将由下一任乔伊波伊来引导。当时在愚人岛时，路飞就在无意识中指引过白星，召唤海王类阻止了诺亚的坠落。后来在和之国，桃子称向主是乔伊波伊的伙伴。如果向主与海王类一样，都是曾经与乔伊波伊并肩战斗的巨大生物，那么作为向主主人的桃之助，很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古代兵器天王乌拉诺斯。关于乔伊波伊与3大古代兵器间的联系，我们曾经有过一期完整的分析，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翻看。接下来就是恶魔果实数据大盘点，对海贼王的核心设定之一，也是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恶魔果实被称为海上恶魔的化身，吃下后会遭到大海的唾弃，一辈子都无法游泳，同时会得到独一无二的特殊能力，能够使自己的身体发生变化，亦或是改变周围的事物。编辑一口气把各个系别的恶魔果实名称以及对应的能力者全部列了出来。首先就是最常见也是数量最多的超人系，这个系别的能力五花八门，基本上除了动物系和自然系以外，其他千奇百怪的能力都被归为超人系，是一个上限很高下限也很低的系别。详细的列表我们就不再赘述了，都是目前已公开的消息。超人系果实因为觉醒设定的加入，潜力和想象空间变得巨大。觉醒后的超人系果实其能力等级直接迈入了新的台阶，不仅可以短暂影响周围事物，使其展现出来类似自然系的恐怖威力。例如明哥的线线果实和卡尔的诺诺果实也能进一步强化能力特点，使其作用于超乎逻辑的事物身上。例如基德的磁石果实可以让人体和岩石拥有磁力，吸引金属。不得不说，自从超人系觉醒的设定出现后，抢走了不少自然系果实的风头。但自然系依然是目前为止数量最少的系别，目前只有11颗，在设定中稀有程度仅次于动物系幻兽种。自然系最大的特点即是能够操控对应的元素，发动各种范围夸张、效果惊人的大型 AOE， 同时身体能够凭借元素化免疫大部分伤害，在早期几乎是最完美的果实能力。直到现在，亲自的冰冻果实依然是我最喜欢的果实，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自然系能力出现觉醒。接下来就是动物系果实，通过驾驭猛兽原始的残暴力量，使能力者能够在搏斗中获得巨大优势，同时也是唯一一种可以切换不同形态的果实，兽形态下能够具备野兽本身的特性，从而得到类似飞行这样的稀有能力。动物系果实曾经被低估，后来因为霸气设定的加入以及更稀有的亚种出现，使得动物系果实的地位快速拉升。这个系别可以分为普通种、古代种和幻兽种。普通种即是各种常见的动物形态，代表人物罗布路奇。猫猫果实豹形态能力者能够变身成为凶猛的豹子，配偶六式，在近身战斗中十分强悍。古代种则是那些已经灭绝的强大野兽，包括了太古时代的恐龙、猛犸象、剑齿虎、古狼蛛等等。这个系别因为百兽海贼团的飞溜包而闻名，
相比一般的动物，古代种有着更强的力量和防御，俗称皮糙肉厚，但也仅此而已。真正强大的要数最稀有的幻兽种，算上路飞的果实，一共是8个。幻兽种都是不存在于世上的传说生物，自带如同神力一般的属性，所具备的力量已经跨越了系别。最典型的如凯多的青龙形态，可以同时掌控火焰、雷电、狂风等等力量，发动的招式达到天灾级别，与自然系不相伯仲。又比如路飞的尼卡形态，依然维持着超人系橡胶果实的特点，身体能够橡胶化，同时无惧雷电。幻兽种的出现将动物系的潜力释放了出来，而这个系别同样存在觉醒。普通动物系觉醒后拥有更加强悍的生命力，无论被打倒几次都能快速恢复。还有一些动物系果实更加特殊，它只有在觉醒后才能解锁真正的力量，例如路飞的尼卡形态。总的来说，这个板块算是带我们完整回顾了恶魔果实的设定。接下来就是尾田草稿公开环节了，这次几乎都是大河的早期设定图。尾田为了刻画这个角色，真是下足了功夫。早期大河的身材更加偏瘦一些，穿上了短裙，身材和娜美更像了，眼神却有点罗宾的感觉。不变的是头上的2根角，作为凯多血脉的象征，整个造型莫名跟后来罗宾的大招恶魔开花非常相似。巧了，大家都是恶魔之子。最初大河为了不让人识破自己的性别，一直戴着一顶头盔，同时还有一把佩剑，再来看很像一名剑士。后来这顶头盔给了特拉法尔加罗，剑的设定也被取消了。大河的面部神态也经过了多次调整，不仅有更加俊朗、更像男人的版本，也有更加妩媚、更女性化的版本。头上角的细节也在不断变化。比较离谱的，有一个长了3只眼睛的鬼娘子版本，似乎原本想把它设计成3眼珠；还有一个妖艳女忍者版本，看起来有点邪恶。尾田似乎尝试了各种可能性，最后版本折中了一下，用女性的轮廓搭配男性的眉目表情，发型也不那么偏向女性，整体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版本的娜美。如果不看身材，确实没有特别多女性的标志。为了凸显大河中性化的人设特点，另一张设定里我们看到了大河原本手持武士刀的样子。虽然他现在和凯多一样用的是狼牙棒，但是早期为了强调他效仿玉田的行为，也让他用上了剑，成为了一名武士。但这样一来，与和之国其他登场的角色太相似了，显得没有特点，最终没有采用。尾田为了刻画大河的不自由，给他身上增加了各种元素，例如爆炸手铐等等。身上的衣服也开始细化，短裙换成了和服，腰部用上了和玉田一样的柱连绳设计。同时尾田还在不断调整大河的微表情，例如严肃认真的神情，应该是想打造出大河那种飒爽的感觉。这里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比较年轻的大河版本，好像就是另一个小玉。下一页是大河的能力设计，幻兽种大口真神形态。尾田在设计时琢磨了各种男神的细节，兵器作为这个能力的核心元素，在变身阶段，兽形态和人兽形态都得到了强调。尾田还在草稿上思考了很多招式名称，除了雷鸣八卦以外，还有后来的禁山、神族等等，在设定早期已经定下。角落里还能看到冰柱、冰龙、冰瀑等等名称，也许将会是之后大河的招式，这是要抢亲自的饭碗了。草稿中的人兽形态已经非常接近正式版，不过这里大河是露腰装，这样上半身就显得非常清凉，可能是怕大家受不了。正式版里大河的人兽形态依然穿着和服，这时候的武器已经换成了狼牙棒。下一页，曝光的部分被取消了大河台词设计，其中有一段大河的自述，他想要像玉田那样出海，但因为自己是女的，似乎无法做到，透露出大河对自己性别的不满，并说以前和之国有一个邪恶的将军，人们在他的统治下很痛苦，我的父亲帮助现在的将军大蛇一起将他打败了。所以在原本的设定中，大河有点被父亲蒙骗的味道，一直以为凯多做的事是正确的。大河与桃之助原本还有一次在武器工厂外的互动，应该是从桃子口中得知的真相。大河原本以为光月一族是应该被消灭的势力，而自己必须当上将军。大蛇之所以能够稳坐将军宝座，全部都是因为背后有凯多撑腰。现在父亲准备用其他伙伴取代大蛇的位置，夺取和之国，大河因此陷入了迷茫。感觉这个原本的设定里，大河从小被凯多欺骗，最后真相大白后幡然醒悟，为了保护和之国而反抗凯多。虽然故事十分老套，但角色转变要自然许多。关于大河与武士之间的故事也有另一个版本。1024话时，我们见到了小时候大河与3名武士在山洞里成为了朋友。武士们教他看懂了玉田留下的日记。后来戴着头盔的大河与桃之助相遇时，说自己原本从父亲那里得知光月是邪恶的，但后来选择相信玉田日记里的内容，称自己喜欢武士，喜欢光月一田，而父亲的做法是错误的。然后大河摘下头盔表明身份。这个故事设计就与后来非常接近了。其实区别主要在于有没有加入大河受到父亲欺骗这一设定。似乎因为凯多的欺骗，让大河反抗看上去合理了不少。而正式版里，大河最初反抗凯多的理由变成了崇拜玉田，戏剧性更强，但逻辑上就没那么合理了。草稿里，大河也是被设计为玉田的头号粉丝，向往武士精神，向往自由自在的活法，希望能够出海冒险。按照原来的设定，风月玉洁这个角色对大河有很多影响，他与大河成为了朋友，并称呼他为少主，但大河却很讨厌这个称谓，并说自己是个女人。后来风月玉洁准备逃走，被瞒骂者和海贼们追杀，大河趁机请求他带自己出海，他也想记录下自己的故事，但这种愚蠢的理由没办法说服玉洁，最后大河还是留下来了。于是他只能继续看着玉田留下的日记，想要成为玉田。这种行为引起了凯多的不满，两人大吵了一架。尾田甚至还给大河设计了与玉田一样的台词，太拘束了。
大河在辅佐之行现场的表现也被一起公开，戴着鬼面具混在人群中，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与后来的正式版几乎一样了。父女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这里还有大蛇下令将所有人杀死，赤下举侠逃向酒里，近代人放火等等镜头。在与凯多发生冲突后，大河尝试了无数次出海，都失败了。当他开始坚持写下自己的日记，有天我在花之都和父亲谈过了。自从他放逐我后，我一直感到有点孤独，但我知道这只是我冒险的开始。这故事就好像是当年玉田的翻版，大河还曾经因为罗杰和白胡子而痛哭，原因不明。总的来说，原来版本的大河有着更复杂的过去，但是也有很多玉田的痕迹，虽然很对称，但也有点重复。最终版本精简了许多细节，风月玉洁也是早早领了盒饭。这一期的末尾，小编知道和之国人物众多，难以追踪，于是用了一张和之国地图，简单描绘了整个和之国篇，各个人物登场情况和他们的行动目标。官方吐槽诸为致命，这密密麻麻的一张图，虽说是总结，也是看得人头皮发麻。亮点是这些小头像虽然很潦草，却很传神的表现出了每个人的特点。估计尾田也是怕故事线出现问题，才早早安排好每个人的位置。有意思的是，原本的设计里，黄三郎会在白五出现，似乎与索隆日和有互动，最终版里砍掉了。猫腹蛇、马尔科和盛平也早就设计好会登场，只不过会迟到。马尔科旁边还画了个瀑布，尾田是真的很想把比格曼踹下去了。和之国的地图后来在漫画里也有简单介绍过，不过因为场景比较多，故事线复杂，其实最后也没有太多人真正记住。总之最后大家一起出征鬼之岛就完事了。以上就是《Road to Love Tale》第3期的全部内容啦。这一期的内容要丰富不少，围绕大河的设计居然有这么多版本出现，十分意外。相比于现在的版本，你会更喜欢原本的设计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我是作业本，下期见啦。